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先问了些什么。呃，这个总是有人先 XC Kevin 啊，每次都是一大早先来问问题。小米预期还是很动心的。这个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只有一个指标，只能买这个。美国这边修车，我开了7年的破福特，换个玻璃，补个漆，1万刀。1万刀，这个有点夸张吧？补个玻璃，修个玻璃，补个漆，等拿到绿卡，立马辞职回国躺1年。等你回国，你未必能回得去啊。什么时候聊了量子计算机啊？量子计算机的事情，其实怎么说呢？就是思考了一下，实在是无处下嘴。留言这哥们儿典型的既要又要，对，他每次都是在直播开始之前啊，好几个小时先留一堆言在这儿。上面那位既要又要还要的哥们儿不适合美国，凡事尽量自己动手啊！买日本车，火锅当然要自己做来吃。美国确实不太适合于每件事都有人服务哈。吉悦这个牌子能坚持到今天已经算是个奇迹了，但愿小鹏汽车不要倒，毕竟我手头还有一辆免费充电终身质保的小鹏汽车。好吧，这个第一个点赞，对啊，你们都点赞了没？晚上好啊，对，黑神话更新了，让虐的不轻啊，来听直播降降血压。但黑神话我今天开 PS5并没有更新啊，然后据说 Steam 上也没更新，只给腾讯的 WeGame 的更新了，而且没有拿到 TGA 的年度大奖。本来也没有那么伤心了，只是给了这个索尼的小机器人，实在是有点不太划算。开播了，开播了，是的，马上要开播了，迟到不迟到？来了，宝布回来啊！这个老范和大家周末好，这个鸡蛋灌饼还是每天很准时啊，一觉醒来提醒看直播了啊，这个很棒。现在就崩也真的是意外，其实不算意外，待会儿咱们来讲一讲这故事。回国享受 OBD 服务，这个有些人他就什么都想要呗。感谢老范满足我的心愿。这是讲这个吉悦嘛？今天黑猴痛失 TGA 年度游戏，获奖的是小众的 PS 机器人。其实今年 PS 机器人算是大满贯，他得了好几个奖，对吧？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合适这个。Steam 估计就这2天，但是我反正打这玩意儿没什么意思，打不过，边啃羊头边听老范舒服，欢迎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话题，等我的话题哪儿去了？这儿呢，我的稿子，糟糕，对，好，我们要找一下稿子哪儿去了。这里，吉月小姐姐在直播间收到就地解雇的通知，太难崩了。是的，我看 ePack 和 WeGame 更新了 ，Steam 14号更 ，PS5 1157，那反正无所谓了，我也不打这玩意儿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来讲一讲吉悦汽车的突然死亡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。吉悦汽车呢，在12月11号突然就崩盘了。小姐姐在直播的时候，突然被告知公司倒闭了，瞬间崩溃，说什么倒闭了？说当时那个脸上那个表情非常非常的丰富。但是这2天呢，这些直播的小姐姐们开始在直播间里面找工作，在里面去涨粉，说来注意点一下我这个自己的关注她现在在干这件事情。
他们呢11月份的社保就没交啊，而且个税也没交，把他们在发工资的时候的社保和个税都扣了，但是呢并没有去交纳。员工呢去围堵老板，供应商呢也没收到钱，上门去讨债，警察呢都上门去维持秩序了。他们总部应该在上海啊，就是吉悦上海是他们的总部，警察已经开了很多辆警车去维持秩序，因为毕竟有4000多人的公司，这也算是一个维稳的事件吧。然后百度跟吉利这些大股东呢，已经上门去善后了，说要给这些员工补交11月份的社缴，补交11月份的社保。突然的崩溃啊，真的也算是活久见了。上午还有人在付款提车，员工们也还在努力的卖车，直播间里也在努力的推广，然后讲车的各种特点，突然就崩了，对吧？好像到下午的时候一下就崩掉了。然后其他车企倒下呢，还要经历什么裁员、欠薪、欠款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再逐步的关停门店、关直播间啊，像吉悦这样突然原地倒下的，肯定是要冲上热搜了啊！这个应该是吉悦汽车折腾了这么长时间，传的所有流量，花了多少钱买流量都没有买到过这么多的流量，对吧？这个也真的是算是在临终之前吧，让大家看到了一下回光返照啊，这个流量还是很有作用的。那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，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淘汰赛。这个领导们其实早就发话了啊，领导们应该是在2022年就开始在讲，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实在是太分散了啊，这么多的品牌，这么多的厂，每个地区都要去扶植一个，对吧？而且都是国家给了补贴扶植起来的，说这些怎么可能去跟欧美啊、日韩这些车企去打呢？对吧？你们这么分散，一定是有问题的，最后一定要去进行重组和整合，对吧？要去并购。那么领导们的手段呢也比较简单粗暴，什么呢？停发造车许可证啊，说以前我发了就算了，以后不发了，对吧？小米呢算是最后又拿到了一张造车许可证。还记得有一个这种做2轮电动车的叫小牛电动车，对吧？他们呢做了一个这个4轮的电动车叫自由家啊，自己的自，游泳的游啊，自由家，就是因为没有拿到许可证，最后直接挂了。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有一家这个自由家的这个门店，对吧？他们门店都装好了，装修完了以后，这个最后车摆在里头了，让大家看了看，然后就把那门店给关了，对吧？这个事情都是发生过的。中国呢，其实已经死了挺多的新能源品牌了，不光是这个，今天咱们讲这个吉悦，前面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威马，威马是2023年经营就开始困难了，到2024年直接宣布破产。我坐过威马的车啊，因为在上海有好多这个，就是出租车是威马的，他们呢，这个车机上是，抱歉啊，他们在车机上呢安装这个学习强国，这是我唯一见过一个在车机上安装学习强国的啊，然后这个公司就挂了啊，当然这肯定跟学习强国没关系啊，这个强国还是要学的，这个威马这个自己经营不善，不应该去怪人家啊。然后威马在2024年破产以后，它的导航车机都已经停止服务了，大家就把它当成一辆普通的车去用就完了，后边的维修什么都比较麻烦。再往后呢，咱们讲叫江苏赛麟啊，骗了国资66亿，管理混乱，股东矛盾，2020年停运的。拜腾汽车资金链断裂，产品质量有问题。游侠汽车，对吧？融资困难，资金链断裂。起点汽车2023年破产，车子也没造出来。知豆汽车，这是一个微型电动车，老头乐那种东西啊，研发投入不足，补贴减少了以后就直接破产了。高和汽车做的太高端太小众了，应该号称是在这个华为他们折腾之前啊，国内最贵的电动车70-80万那个时候好像是啊，那个是贾跃亭留下来的团队做出来的车。然后前途汽车啊也是高端车，这种早期做高端车的这些品牌啊都是没有活下来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叫云度新能源啊，这个都是中国已经停产已经不玩的这个车。中国的新能源市场呢，其实分几个大的品类啊。第一个品类叫大厂的子品牌
啊，像什么吉利啊，下边有什么极客呀、领克呀什么这些啊，比亚迪下边其实也有一些什么仰望啊、方程豹啊什么这些东西，对吧？还大厂孵化了一堆的这种子品牌，因为他也知道他原来那个品牌呢不够高端啊，太接地气了，所以呢上新能源车的时候就干脆放了一个新品牌。所以国内的新能源车第一批是他们，第二批是新势力。魏小李啊，未来、小鹏、理想，然后呢，包括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极越，都算是新势力啊。当然，极越呢稍微有些奇怪啊，就是它算新势力，但是它也算大厂子品牌。待会儿咱们再去想。然后还有一个特殊赛道，就是有两家，一个是华为，一个是小米，对吧？他们呢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华为呢号称是这个我用我的这个门店去给你卖车啊，然后有一家叫赛力斯的公司就冲进去做了华为问界，这现在呢其实卖的好的也就只有它，其他的华为各界现在都卖的不怎么样。小米呢就是啊，雷军突然站出来说啊，我要全身心的投入人生最后一次创业，然后把小米车做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是中国新能源车的3套的班子啊，大厂子品牌啊，这个新势力以及小米跟华为这两家比较特殊的。那么极越汽车的开局到底怎么样呢？很多人都说这天选之子啊，对吧？吉利跟百度做的合资公司，这多棒啊！当然也有人就是讲啊，就是这天崩开局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讲一讲它到底是天选之子还是天崩开局啊？他们呢是这个吉利跟百度强联合做的一个公司。吉利呢出的叫浩瀚平台，就是我把这个车里边的所有的什么电控啊这个东西做好啊，这个就算一个平台了，你们只管在上面去加智驾就完了。百度呢是阿波罗智驾加上智能座舱这些东西。吉利呢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没钱啊，就是说我们只出技术啊，然后呢百度呢是真金白银的给的钱。他呢最开始是百度给了一笔投资，然后吉利呢拿技术占了45%的这个股份，百度是占了55%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合资的公司。后期呢，百度让渡了股份给吉利，吉利呢是占65%的股份，百度占35%。但是呢，百度有80%的投票权，但后期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整，啊，这个造的车呢，其实还过得去，对吧？互联网思维呢稍微有点过了，没有实体按键，操作起来可能不是那么习惯，对吧？跟普通人的操作习惯有一些差异。这是对着特斯拉去的，特斯拉就是各种的按键都是在屏幕上，对吧？它也没有什么换挡啊，什么这东西都没有，都在屏幕上点来点去的。所以呢，他们也是这个极越汽车也整了这么一套。这个车呢，外观还算时尚大气啊，因为原来我们家附近就有他们家的这个专卖店啊，我去看过，车挺好看的。品质呢有吉利保底啊，肯定也不会太差，因为极氪001卖的其实挺好的，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喜欢他们的这个车的品质。这个极越呢，因为都是同一个生产线上下来的东西啊，不会厚此薄彼的。价格呢，其实也还算有竞争力啊，这个车。最便宜的18、9万，对吧？那停了的个的一个车，还有 SUV 大概也是18、9万啊，还是算有竞争力的一个车型了。这个因为我去看过那个车啊，很大气，也比较有辨识度。其实造这种车最怕的就是没有辨识度，一眼看上去认不出来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10几万呢，再加上有百度品牌的背书，在国内做智驾这块呢，百度还算是有一些底蕴的吧。这个极越汽车，但凡不是在中国的话，那都是妥妥的民族之光。为什么呢？你想，它从月销几百辆到月销3000辆，实际上也在逐渐的改善。买了车的人呢，除了适应操作的这个时候有一些别扭之外，也没有说这个车有什么毛病，大家也没有来维权说按这个车哪儿不好使了，对吧？出什么故障了也没有。成立呢，总共也就3年，2021年成立的，到2024年足，对吧？烧的钱呢，其实也还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啊。今年还卖了1.5万辆车，百度前面是给了88亿人民币，然后原来计划今年下半年再融个30亿，但是百度尽调的时候呢，发现有70亿的窟窿，最终放弃了，那么导致这个项目就挂掉了。
咱们比什么欧洲、美国的那些号称要做电动车、做电池的公司要强太多了，对吧？欧洲那个造电池的公司造了8年，烧了140亿美金，这2天宣布破产了，对吧？像他这个总共才烧了7、8、10亿的这个人民币，3年把车造出来了，造的其实还可以，对吧？然后今年还卖了1.5万辆车，虽然卖的少一点，一开始今年前几个月大概卖几百辆，3、400辆一个月啊，到最后11、12都是2、3千辆，其实已经不错了。这个也就是在中国啊，而且时间这么短就把所有东西做好了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司呢，按照我说呀，其实是一个妥妥的天崩开局。因为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，一旦看到有这样股权结构的公司，是打死都不投的，一定会跑。为什么？它这个其实我们翻过来看啊，就是从本质上看，就是一个中国传统车企坑互联网企业的套路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就是互联网企业其实很早就惦记去做这个智能驾驶啊，做这些东西，也有很多的从国外大厂回来的人去做自动驾驶。因为我以前有好多朋友做这个东西，然后做完了以后呢，就出现了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叫前装和后装。在车上啊，所有在出厂之前装上的东西叫前装，出厂之后装上的东西叫后装。自动驾驶或者叫自动辅助驾驶，什么安全辅助这种东西 ，ADAS 什么这个东西，你如果是后装，你就不能去控制车，你最多是给它响一个警报啊，你这个前头有车辆并线了，我给你响个警报啊，它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一旦说我要去控制你的车了啊，说这个要去打方向，要去刹车了，那个就只能是前装。但是前装这个事儿呢，周期又特别长，因为最早期的这种做自动驾驶的人都是做后装的啊，因为后装比较简单，前装是周期很长，你要去跟车厂合作。但是呢，车厂就特别坏啊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投资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说，哎，你看，我们是准备做前装的，然后呢，有很多车厂都跟我签了协议了啊，让我去这个做什么这个测试了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可以给我投资啊？早期其实确实有人投这种案子，后来发现都被骗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汽车厂说你来测试吧，没问题啊，但是呢，我不承诺测试成功了以后购买或者使用你个方案啊，但是我允许你来测试。你测试的时候呢，你要上我来买一辆测试车啊，这个车你得花钱买，而且呢，我这个测试场地你得花钱租啊，还得住在我们家的宾馆，吃我们家的食堂啊，测试做着，然后呢，这个车厂啊自己这个自研的这个团队也在做着，甚至还去看你的数据，从来就没打算用你们家东西。就是当时的这些上车厂做测试的都被车厂坑死了。国产新势力是怎么来的？国产新势力实际上就是被车厂逼出来的。跟车厂做了半天这个前装的这个测试之后，发现车厂根本就不理他，说算了，直接融资造车吧，对吧？这个国产新势力本身就是这么来的。传统车厂骗互联网企业钱的一个典型案例，这就是极越汽车啊，百度。为什么自己要去造车？肯定也是想去跟车厂合作，最后发现没有人愿意跟你合作，对吧？都是上来说你找我花钱买车行啊，找我花钱定制行啊，但是你必须得花钱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车最后造出来用不用你的还不好说，所以百度说干脆啊，我自己下场造车就完了。吉利呢就是个代工厂，技术入股1分钱没出，对吧？代工的车子还是要收钱的啊，每一辆车你从我这儿造出来，你都得给我钱啊。百度出了钱，建立了品牌。然后呢，只能给车子做一点装修啊，就是真正核心的这个车子的这个部件，实际上都是吉利造的。但是车壳的设计啊，然后里头的这些什么智能座舱啊这些东西是百度的。吉利干这个活呢，其实是稳赚不赔的活啊。百度呢是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。这个我当年投资过一个空气净化器的公司啊，这个里头有一个故事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说这种代工厂都是怎么干活的。当时这个团队呢，创始团队啊是大股东，这一定是，就是他有创业团队嘛。然后呢，我们当时冲进去投资，成为一个小股东，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小的股东是谁啊？就是给他做代工这工厂。但是代工的工厂呢，肯定是1分钱也没出，但是呢，他提供了办公室，然后呢，稍微的提供了一些测试的成本啊，或者试制的成本，我给你了啊，这个其他的钱人就没有再出。当时我就去问这个厂长，因为我们当时做尽调嘛，也到人家那个厂里去，我就问那个厂长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占他这个股份呢？啊，他说也挺好的，他说我让我们的员工学习一下互联网企业都是怎么加班干活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的这个
传统工厂里的工人们和这些工程师们也学习一下，而且做完了以后呢，他自己的商品展架上也多了一种设备可以卖，对吧？他是没有任何版权意识的，就是你只要在他厂里生产过东西，然后他就把这东西放在他的展柜上，啊，下一个人来了，说，哎，我现在想要一个空气净化器，说来吧，展柜上这么多种，你要挑一个，挑哪种吧？然后一指说我要这种啊，那马上就给你做出来，对吧？这个是工厂的这个玩法。其实吉利跟百度的这种合作就很像这样的这种代工厂方式。后面为什么吉利还成大股东了呢？原因也很简单啊，吉利有造车资质，百度没有，对吧？那么你要想用这个造车资质，吉利必须是大股东，必须得控股，对吧？那么吉利就占了65%的股份。那么到底是不是出钱了？没有找到具体的报道啊。按照我的经验，应该是没有出钱。那么百度呢，属于出了钱了，再加上啊一些融资，百度呢有80%的投票权。但是吉利呢占65%的股份，就这么逆天的股权结构或者治理结构，那不翻车就没有天理了，对吧？大股东没有投票权啊，这个出了钱的人不是大股东，然后有80%的投票权，这股东之间不打起来才怪了，对吧？那么咱们再看看这个开局里头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吉利占65%的股份，百度占35%的股份，这个比例到底有什么不对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？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，说这两个数加起来是不是等于100%啊？对吧？吉利占65%，百度占35%，加起来100%，没毛病啊。这到底哪儿不对呢？你们没发现这个里头没有创始团队和管理团队的股份吗？对吧？吉利占65%，百度占35%，加一块没了，对吧？这个 CEO 现在一帮人都说 CEO，这个夏一平你要负责任，你要拿工资来拿存款来给我们交社保。跟他有个屁关系啊，对吧？他在里头有股份吗？可能有一点期权，非常非常少。这压根儿就是一个百度请回来的职业经理人，他原来是摩拜单车的 CTO 联合创始人，对吧？然后百度说我要去做这个汽车厂了，我去找一个 CEO 回来吧，就找到夏一平了。那他凭什么给你背这些乱七八糟东西？不是他创建的公司，对吧？而且在这样的这个治理结构下，夏一平就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，因为本身没有底气，就是他管理这个公司、带领这个公司往前走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得位不正吧，就这么说，他就是百度请回来的一个，你认为他是个总监都可以，对吧？那么他在这个时候管这个公司的时候，那必然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，因为为什么？他怕出事儿啊，因为公司不是他的，对吧？然后他就只是占了一个 CEO 的牌子在那挂着。有什么事儿人家找他负责任啊，所以他只能是每件事都要亲自管，对吧？也很多人我看吐槽说，哎呀，这个夏一平每件事都要亲自管，甭管大事小事跟他有没有关系都得管。对呀，很简单啊，他就是个职业经理人，啥也没有，对吧？而且财权人权都不在他手里头。你说我现在想任免一些人，他没这个权利啊。你像我现在想动钱啊，他也没这个权利啊。从公司创建第一天，财务就是百度的，对吧？这个一定是这样，百度出的大头的钱。那百度一定会派财务进去的。那么他想去做各种的这个预算呀，想去做各种的花销，那你得到百度的财务那儿去审批去，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么突然倒下的一个核心原因，其实也是在这儿，对吧？他是职业经理人，拿薪水办事的，公司的死活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吧？他不是创始人，创始人还想着说我最后再挣扎一下，我最后再怎么弄一下，对吧？还是说我怎么去借钱，我怎么去有动力再去融资？他就是一个被百度请回来上班的一个人，对吧？那钱没有了啊，这个账面上钱没有了，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，然后钱发不出来了，那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该干完干完了，该做完了，这个事情做就没事了，对吧？那么就直接宣布死亡。所以这种就是突然死亡的核心原因就是他的股权结构啊，这个吉利65%，百度35%，创始团队啊，或者说核心管理团队0啊，或者基本上忽略不计。然后夏一平压根儿就不是创始团队，他就是百度找回来的职业经理人，那他不会担这种责任的啊，或者最后再挣扎一下，凭什么呀，对吧？跟他又没关系。那么吉悦汽车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啊，这个它呢，其实最核心的原因，第一个是资金的总量其实不够，对吧？它一共是拿了88亿，就是百度给了他88亿人民币，然后呢，这个钱应该也没有彻底花完，他现在应该是花了可能
70亿还是几十亿吧，他反正花掉了一些钱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总的来说他花的钱不够多。对于车子生产本身呢，这个吉悦汽车其实没有什么权利啊，这是吉利的事情。但这也有好处，就是吉利造出来的车呢，大的品质上还凑合，对吧？也就是如此了。就是你说多好这事儿也没有多好，但是呢也没有多差，而且呢在造车的过程中呢，这个你也没有那么多可以贪腐的地方，对吧？你说你管理混乱，但是你没有影响到造车的质量啊，而且造车的过程吉利都给你把控好了啊。股东之间的关系呢肯定是非常非常微妙啊，或者说非常混乱，水深火热，这都不算是过分的词语，对吧？那么核心管理团队呢，这个动作也必然是会变形的啊。这个我们原来投项目或者写协议的时候都会注意说，不要让核心管理团队动作变形。但是像他这种公司不是我的，就是来打工的，对吧？这个 CEO 就是这样的心态，然后下边所有的什么 CFO 啊，或者所有的这些高管，实际上都是来打工的啊，没有哪个人觉得这公司是他的。而且呢，在这样的情况，越是这种啊，这个你就是来打工的这个状态，就越要面子，对吧？居然有人敢质疑我的决策，绝不能忍。他们一般是这样的一种心态。那么在这种心态去管理公司的话，经常会做各种变形的动作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他们的管理呢，肯定也是相对比较混乱的。到底花了多少钱，到底怎么花掉的，其实现在呢是一笔糊涂账。前面讲呢说是啊，百度要去尽调，因为呢他说我钱花完了啊，再找百度融30亿。百度呢说，哎，我们同意啊，但是呢我们得尽调一下，上你那儿去查一下账。查完账以后呢，按百度流传出来的说法是70亿是一个窟窿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夏一平就说我们的账是经过审计的，而且账都是百度管的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对吧？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啊。那这个钱呢，70亿是2023年全年的亏损额啊，而且他们还干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是什么？公司的 CFO 拿着账本直接失联了，对吧？这个说不出去处了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事情。就是在百度做完尽调，说我拒绝再给后边30亿以后，这个 CFO 就失联了，而且 CFO 是全家都在新加坡，对吧？他自己的话啊，IP 地址叫刘基宁，这个人 IP 地址显示也在新加坡。现在不确定这个 CFO 是不是百度派过来的人啊，因为没有找到相应的这种报道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人就不见了。啊，这个所以后边你说再想查账，再想怎么弄，说不清楚了，因为 CFO 跑了。那么创业企业呢，其实早期都挺乱的，对吧？有些呢乱着乱着就乱死了，有些呢时间长一点，慢慢就改了，对吧？像小鹏汽车前面也很乱，后来啊找了一个真正汽车行业里边懂行的人回来做这个副总裁啊，那么直接就把这些吃拿卡要啊，中间这个做贪腐啊，做这些的这个高管干掉了以后。这个车呢，慢慢的就成本就控制下来了，对吧？车也造的还可以，所以呢，像这个吉悦这样的比较倒霉啊，他倒霉在哪儿呢？第一个时间太短，你也没有给他时间去折腾，他总共就3年，对吧？2021年成立到2024年就挂了，他实际上2023年第一辆车就造出来还卖了，对吧？然后今年还造了第2辆车，就是第1年造了个轿车，第2年造了一个 SUV，对吧？都卖的还可以，其实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做的这个事情，因为造汽车嘛，再加上卖汽车这个事儿，它是一个资金非常密集的事情，它不像是我们以前的很多那种小的创业企业，对吧？你拿个几百万，你也可以玩个半年1年的。像他这种，就是每年多少个亿、多少个亿往里扔啊。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这个企业管理混乱是比较难以避免的啊。我并不认为说，只有他们家混乱，而是大家都乱啊。然后呢，吉悦最倒霉的地方在哪儿？吉悦最倒霉的地方是它来太晚了，对吧？特斯拉连亏了16年，烧掉了上百亿美金，最后开始盈利了。魏小李中国的第一批新能源企业，人家也有时间慢慢去摸索，慢慢的烧钱。吉悦汽车总共就这个3年时间，对吧？然后还把车造出来了，时间实在是太短了。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现在再想去融资，已经融不到了。对吧？你现在想去融资，想去上市，这事儿都搞不定了。百度最后那30亿不给他，说，哎，这样，说你自己再去融一融，你如果从别的地方能融到钱，融多少啊？百度给你配多少？比如说你在外边融10亿，百度再给你10亿啊，他最后给了这样的一个条件。但是你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，你去融资，别开玩笑了，根本融不到的
对吧？这个要去融资，一定是创始人才有可能融到钱啊，职业经理人融不到。而且呢，在这个时间点你再去融资，基本上是融不到钱了。现在呢，国内的状态实在是太卷了，对吧？造车的、研发的，四处开 4S 店，再加上这个集悦4000多名员工，这个还要去开直播，四处去投流，对吧？他要到抖音上去投流量去，他不像雷军似的自己就有流量，对吧？余承东也是属于自己有流量的啊，他这个要自己去买流量。现在还有一家这个投流的供应商爆料说，哎，这个集悦欠了我3700万投流的钱没给我，对吧？这事儿怎么办？啊，这个也还要慢慢打这个官司，所以他们的好多流量压根就是假的啊，或者说压根就是花钱买回来的吧。再加上2个股东同床异梦啊，吉利就是个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而且吉利玩的东西叫什么？叫广撒网。吉利下面有哪些品牌？极客、领克、极越、几何、瑞兰、吉星、沃尔沃新能源、路特斯、吉利银河，它有这么多新能源企业，新能源的这个品牌。而且在这么多的新能源品牌里头，极客是个纽交所上市公司，沃尔沃是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这个交易所上市的公司，然后吉星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，对吧？它手下还有3个上市公司呢。这个里头，它自己现在也在逐渐的整合。现在吉利玩的就叫赛马模式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去干啊，这个，然后到底谁干出来，谁就最后剩下啊，干不出来就死啊，它是用的这种模式。极客刚刚把领克收了，领克实际上是最早的一个，对吧？这个极客是比较晚的啊，但是极客做得好啊，车卖的不错啊，那就把领克收掉。内部也在整合，在降本增效。百度呢，在个人产品上实际上压根就没有怎么大成功过，对吧？现在呢也算醒过味来了啊，百度自己的业绩呢也在不断下滑啊，而且必须保持公司盈利，不希望接受这个太难看的财报。对吧？那在这种时候，只能是壮士断腕，说我前面啊，我掏钱啊，我这个折腾了这么多东西，还投了技术，结果你吉利钱也没掏，占了股份，然后还这个造车还得挣钱，对吧？这个事儿，这个百度也不傻，说算了，咱们不干了。那么极越汽车的后续是什么样的？第一个呢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啊！一旦开始崩盘，是不可能被挽救的啊！这个事儿不用想。啊，他就到此结束了啊，信誉破产了。你说他再想到供应商那儿去赊账，再想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啊，是找人去这个投流去直播，你必须现款现结了啊，他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他不可能翻身了，想都不用想。员工呢，算是啊清偿次序上排第1位的，所以呢，在这一块上，百度会搞定4000多人。对于百度来说呢，人是很多啊，但是百度还是可以搞得定4000多人的离职和这个。各种的补偿金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这个有些技术好的，或者是直播间流量比较大的，现在其实已经找到工作了。但是大部分人呢，估计是会失业啊，年前失业。供应商呢，就去法院吧，这个事儿别费劲了啊，把极越、百度跟吉利都告了就完事儿了，对吧？那2个是大股东啊，这个到底能不能从他们身上拿到钱再说了。车主呢自求多福啊，这个吉利跟百度呢。现在想的都是止损啊，不可能有人去维护这个后续的服务了。现在有一些付了定金的，比如付了5000块钱定金锁车的这些车主呢，这个其他的汽车品牌已经伸出橄榄枝了，说来吧，你在极越那不是付了5000块钱吗？你在我这儿买车，我给你便宜5000块钱，对吧？就当是你这5000块钱的订车钱付我这儿了，对吧？这个利我让了啊，这个车主。但是如果是你已经全款提到车了，那这个事儿后边就比较麻烦了啊，这个可能就不会有人再去维护了。至于百度跟吉利这2家呢，也该去报警了啊。极越的 CFO 带着账本失联，这个肯定不是就能这么去完事儿了啊，所以夏一平这块呢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他既然敢最后站在这儿啊，把这个所有的人聚在一块儿，说我们还敢面对这些人啊，他不会有问题的啊。但是这个极越的 CFO 这个。后边可能还是要站出来把这个账梳理清楚，才可以算交代的过去。那么中国新能源车企的这种大洗牌会怎么样进行下去啊？肯定会不断的有这个车企倒下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。本来大家计划的是明年开始倒，结果呢到今年的年底就过不下去了。前面
哪吒差点没死掉，其实哪吒你基本上可以认为他已经死掉了，虽然把这个 CEO 干掉了，原来的创始人啊重新出来以后还把名字改了，这个想要再翻身基本上不可能了，想都不用想。然后这个吉月突然闪崩啊，12月11号直接崩掉了，后面还会有后来者啊，这个而且会快速的死掉大批的车企。所以买车的时候呢，千万要小心这种小品牌和新品牌，对吧？如果这个车厂最后发现手里的现金不够啊，或者是过2天突然就不见了，这个车主真的是没有地方喊冤去。这2天蔚来李斌也在赶快表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亏了好多钱，而且呢，这个大家都觉得他可能要混不下去了。一旦大家有这种想法，那就没人敢买他的车了，那就必死无疑嘛。所以他一定要出来表态说啊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手里现金还多着呢，对吧？他账上还有422亿的现金啊，所以我还可以坚持2年，对吧？他去年亏了207亿，今年亏了大概是200亿，亏完这200亿以后，大概还有400多亿在账上待着，对吧？后边25年肯定还能亏得过去，26年应该也能亏得过去。所以他说，哎，我计划26年盈利啊，你们放心买我的车，没事啊，对吧？他现在也在赶快出来说。至于并购重组这件事呢，没有那么容易啊。前2天还在传说比亚迪准备去收购国内的造车新势力里的某个龙头企业，当时大家都说是不是蔚来啊？这个蔚来赶快出来辟谣啊，比亚迪后来也出来辟谣，但是具体要收谁还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所有的并购重组都只能贱卖啊，这个事儿是不可能说有什么对价呀，有什么这个当时融资融了多少钱啊，这就不用再想了，跟你们已经没关系了。还记得原来这个大宅门里头，这个去当这个皮袄，对吧？人上来一看啊，虫吃鼠咬，光板没毛，旧皮袄一件，对吧？现在任何的企业只要说我要去并购重组了啊，都是如此一个状态。国内的经济呢，现在叫稳中求进啊，咱们也得与时俱进一下。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啊，中央这个什么金融工作会议上出来的新词啊，以前咱们都叫稳中向好。现在咱们叫稳中求进啊，这个是明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了啊。那么国内形势啊也就如此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国内的这些车企卷了国内以外呢，肯定还是要去卷海外的。在这种环境下厮杀出来的呢，肯定都是狠角色啊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。就像刚才我们讲这个吉悦汽车一样，你要是在中国卷死你啊，而且一点的活路都没有。这种车企，你如果在美国，或者你在欧洲有这样的速度，成立3年，对吧？烧个比如说10几亿美金就把车造出来，然后1年还卖了这个造了2辆车出来，对吧？1年还卖了1万多辆车出去，这个妥妥的民族英雄，这个对吧？这也就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地上啊，最后他直接崩掉了啊，所以后边啊还是会有很多的国内车企到全世界去搅风搅雨啊，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啊。像宁德时代啊，这个造电池的，现在也跑去欧洲建厂去造电池去了，对吧？你们欧洲人不是惦记这个用电池吗？我来了啊，送货上门了，我连工厂都建在你这儿，对吧？现在这个中国自己到底能买掉多少车还不好说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车厂啊，全世界的汽车市场吧，啊，必然会被我们搅动。这个事儿你靠关税，靠任何东西啊，说这个如何去限制都是没用的，对吧？他们面对的是什么？他们面对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做生意，面对的不是夏一平这样的职业经理人，他们面对的是一帮创始人，啊，这帮创始人呢是这个你不让我去，我就要死，对吧？那我就必须死在你家门口。那么磕也得磕你一脸血出来那种，所以这些狠角色的话，会到全世界教他们去做人的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，吉悦汽车突然死亡的故事，对吧？这个，所以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要看到，不要讲说，哎，夏一平你怎么这样了啊？你这个去这个指定了供应商了，还是怎么贪了钱了，还是如何的？这事儿跟他没大关系啊，他就是个打工的。对吧？然后所有人说啊，夏一平，你应该拿你的这个存款来给我去交社保，凭什么呀？大家都打工，凭什么我拿我的这个存款给你交社保，对吧？没有这乱七八糟事情啊。这个后面咱们再一个一个看哪个倒掉了，哪个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故事出来吧。好，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评论。
啊，你就是极乐打工人啊？好吧，这个我们的叫什么付费会员很厉害，对，原来我们这里还有极乐打工人，那找到新工作了没有啊？黑神话其实拿不到也对，后面赶工痕迹太重了，算半成品。但我觉得你输给法环，这个叫什么黄金树幽影的，我觉得都不算亏啊。但是输给这个小机器人，实在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。看有博主玩了黑神话 BOSS 连战模式，上手前都欢天喜地，上手后都开始坐牢啊，气氛凝重啊。这个本来就是很难的这种游戏，对吧？哪吒会不会也快？哪吒其实已经完了，就不用想说他还能不能再爬起来，不可能的啊。以前边打游戏边听老范很爽，谁知 YouTube Prime 忽然68港币涨到108，有点舍不得就没续了。现在不能听 YouTube 了，不爽了。好吧，这个慢慢来。又赶上了啊，欢迎。去年高和刚发布 Z9，过几个月就跑路啊，笑死我了！哎，这个高和这种，压根儿人家没打算正经卖车，你像他一辆车卖个这个多少钱？几十万的，开玩笑的嘛。哟，今天有600多人啊，这个真的不错。听说1万刀就能挨千刀啊，就像挨千刀什么意思？听着1万刀就像挨千刀，没看懂这句话啊。中国电车厂家太多了，淘汰到4家，差不多类似日本两田、日产、30，现在日产都挂了，对吧？留下头部就不错了。中国呢，我觉得倒不至于这样啊。然后，像国内，比如说这种大厂下边的这种小品牌，你比如说像长安下头也是一堆的小品牌，对吧？然后广汽下头一堆的小品牌，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啊，吉利啊，包括比亚迪都是一堆的小品牌。其实你像美国福特下面也有好多小品牌，对吧？那个通用下头一堆小品牌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。车厂呢，这个也不需要那么集中了。晚上好啊，第一次赶上直播啊，这个你都多少回了？抄家充公啊，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。4家里小米肯定有个位置，对啊，我要买小米车这个事儿，小米要没有位置，这事儿就亏了啊。中国的9张计算机是不是武侠小说蹦出来的？太假了。哎，这个我觉得不用太去思考这些事情啊，他们现在都是在实验室。我们常州的大成汽车的资源，哦，我知道，他们好像是在那边造车啊，你们常州的啊是。大成当时也是拿去有资质去造过车，我忘了哪家是他造的。高和刚开始还敢说自己车型比肩超跑啊，这个我觉得他们就是把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上头玩了一遍。拜腾怎么倒的？有人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我还没有太研究。新能源车和核酸产业一样啊，这个还不太一样。核酸呢，属于太极端的一个情况了。但是新能源车最后还是能剩下一些东西，核酸是什么也不会剩下，只能一地鸡毛。汽车这个东西啊，除了纯属有闲钱啊，想消费或者赶时髦为面子，我真的不明白一个交通工具为什么都趋之若鹜。关键是这些新能源车也是在预期时间内把人这个什么点到从这个 A 点送到 B 点是吧？我认为根本没有区别。车呢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啊，车还是这个怎么说呢？它是你自己的一个空间，而且也是你生活空间扩展的一个工具，所以有车还是会爽很多的。
来晚了啊！第一次在高铁上看直播，哎呀，这个真不容易。天使轮吉利也给钱了啊，都给的极度。后来因为造车资质成了吉宇悦的，是你说的股权配置啊？是。但是我看网上讲的都是没给钱，或者说给的很少。当然，你是吉悦的员工，这事儿你肯定知道，对吧？这个没毛病的，你说的一定是对的。高铁追播辛苦了，对。我觉得吉悦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百度自动驾驶真的不行。哎，百度呢，其实在国内做自动驾驶里头也还算排得靠前。吉悦失败了有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？就是百度这种互联网公司是不能在报表上出现亏损的，所以它背不起，它不像雷军似的。雷军说：“我账面上1000多亿现金啊，咱们玩吧，对吧？哪怕是亏钱我也认了，对吧？这个我就是最后一次，而且是老板自己坐在这儿干活，对吧？百度就派了个这个职业经理人坐在这儿，那这个报表还得做漂亮了，那就没法整。汽车有工具属性，不叫面子属性啊，叫社交属性。然后荷尔蒙属性呢，有些车有啊，这个绝大部分车其实没有，至少30万以上的豪车才好一点的车才有吧。我们4月做了对标啊，被华为、小鹏甚至原来看不起的理想按在地上摩擦。理想现在哪能看不起啊？人家是现在，比如除了比亚迪和特斯拉之外，这个卖的最好的就是理想了。虽然理想的这个项目实在是，就是理想那个车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，但是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理想真的是卖的还可以。百度太令人失望了。哎呀，这个互联网企业，特别是这种做习惯了轻生意的这种企业，一直都是这样。你像这个，咱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吧，字节跳动，字节跳动算很有钱了吧？这个比百度有钱，对吧？这个他们呢做游戏就没有成功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游戏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投入，然后呢大产出的一个生意。他们这种做轻生意的人，就是做流量生意的人是没法做这种生意的，对吧？他着急啊，这个上来我把这个数改了，这个结果怎么还没变呢？但你想你造辆车，然后再把它卖掉，这玩意儿得多漫长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所以他们没有耐心的。然后像那个谁，字节当时做那个快递啊，做外卖也是这样，组建了3、4次啊，组建外卖团队，然后解散，组建外卖团队，然后解散。百度当年做手机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啊。百度说我要 all in 手机了，我记得是在2009年吧，大概是2009年、2010年的时候，说我要 all in 手机了。然后花了大钱，然后把大家都挖到百度来，挖到百度来以后呢，解散团队不玩了，这个挣不着钱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说不行，我又要 all in 手机了，all in 移动，然后又挖了一大堆人回来。然后他们这干这事儿干了3次还是4次。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当时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嘛，当时我们就讲说，百度还是很棒的啊。百度最大的这个贡献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帮整个的移动互联网的程序员都涨了一遍薪水，对吧？他挖人你得涨薪水吧？然后呢，你在百度身上贴了个标签，说，哎，我百度的，然后再出来还得涨薪水吧？就是当时当然也赶上这个市场还比较好吧，所以呢，就是百度帮所有人都涨了几遍薪水啊，这个是当时百度干的活。就是百度干什么事都是这样，他没什么耐心的。百度车机只有做烂的经验。哎呀，这个我们现在希望苹果能够吸收这个教训，不要在苹果手机里边去装百度文心一言吧。车机反而是做的最好的，因为 Edge 的部分都是自研啊卷出来的，好吧？百度技术 POC 都还行啊，以产品化就这个跟屎一样，还急功近利想搞商业化，百度就是这样的呀。百度其实你像它原来这种做搜索引擎、做什么这样的公司吧，它是没有太多的 to C 产品的这种经验的，包括做 APP 什么，它的经验其实都比较差。百度网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产品，但是百度网盘其实好多的核心人员是原来他买的，
他以前买了几个，有一个叫 ES File Manager 的一个团队进去了以后，后来整个被百度网盘收进去了。所以百度网盘的团队呢，算是有一部分是外来的。然后还有一个百度我比较喜欢的产品是百度地图啊，那个产品做的还可以，但是其他的百度所有的产品基本上都不用，实在没法使。没有一把手亲戚连接喊110线，这个给站台背书的车企，很难不 boss。哎，你这都想的什么胡说八道的事情？这个小鹏迟早要倒，小鹏呢，现在还好，因为小鹏现在做的几款车其实还不错，就是他把成本压下来以后，做的几款比较便宜的车效果还行。特别是他从滴滴那边收过来的团队做的那个廉价车，还是不错的。而且小鹏每年还从大众啊，从他们身上还挣点钱。明年无人机打药有前途吗？这个反正先去考个证书呗，这事儿咋办呢？对吧？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。CarLife 论市场占有率确实不错，但从用户体验的体验的角度跟屎一样啊。CarLife 是什么东西？小鹏就一凑数的显眼包，只要成长，哎，你这就每天净在这胡说八道，太大太硬，无处下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倒闭新闻又让我知道了一个电动车品牌高和、威马都是，第一次知道就是因为倒闭啊，好吧。极越是什么啊？极越是百度跟吉利做的合资品牌。CarLife 从电子电器角度上来说，对车的控制太少了，好吧？上限太低，他天使轮投了3000万，是个迷你股东，是说这个谁吗？这个夏一平吗？普信男啊，这就没法说了。哎，这个我觉得也就是个一般人吧，对吧？这个人我没打过交道，但是也不是呢，这个真正能创业、能立一摊事儿的人啊。这个反正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，就像是一个，比如说大公司招了个总监，对吧？你本来应该是在平台里头好好干活的，突然拆了一公司出来，然后你就去那儿当 CEO 了。那这种人呢，也是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这个非常正常。没有老板冲在前面还真不行，职业经理人没股份，没有利益绑定，没人卖命使，这个是必然的了。危机面前，老板是最重要的。比如马斯克在特斯拉危机发生的时候，冲在最前面。尽管如此，马斯克还抱怨自己的股份少，还要求补发550亿美金的期权。他那期权已经发给他了，他是有些都卖了，对吧？现在让他那个退这事儿，反正我觉得够烦的。看下被堵的视频啊，就能看出只是个职业经理人而已，连我们楼下超市老板眼神里那种魄力都看不到啊。这个，但是你还得在那装出有魄力的样子，你咋办呢？对吧？来了打卡，欢迎。这个是谣言啊，什么谣言？哪一个是谣言啊？你要讲清楚。这个有人讲夏一平啊，要指定供应商捞钱，听老范讲了，了解了啊。他其实你就算指定供应商，比如说头流的供应商，他能指定，那车整个都是吉利造出来，他指定谁去啊？还真是啊，不是自己家的买卖啊，是吉利的人啊，张全的，就是说的这个，那个 CFO 是吗？CFO 是吉利的人，好啊，这个很好，这个是又补充知识了。投行出来的啊，这个也挺好的。老范好啊，这个之前高盛的啊，这种怎么说呢？像我们以前在猎豹的时候，那个 CFO，
当时就是上市的时候，那个 CFO 是金山给指定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是金山的，不能算控股吧，但是反正他是大股东啊，就是金山的子公司。然后我们上市的时候需要 CFO，金山是直接送了一个过来，那个呢，反正也是把各种老板整的一点脾气没有。非对称风险这本书讲过，职业经理人对公司的危害，没有深度利益绑定，没有企业家精神，写的挺好看的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你还是要有职业经理人才能把整个的体系转起来，对吧？然后这个，如果都是要靠这个创始人的话，那你后边怎么办？传儿子嘛，对吧？你像欧美能够跑起来，最后还是要靠职业经理人的。指定供应商啊，不算多大点事儿，其实大家都这么干，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么多这个，叫什么呢？没有那么多可以去上下其手的地方。说的太好了啊！说的哪段啊？吉星马上也要贵了，不过会贵的体面些。是这个，哎，是不是这个造车不能叫吉什么？叫吉什么好像都挺危险的。现在大环境就是下瀑布雨啊，租伞的东家齐刷刷的收伞，现在肯定大家都不太敢把钱拿出来嘛，吉字辈儿不安全。现在就是北汽极狐很痛苦啊，吉利不只是代工费，70的批件平台件也是吉利的供应链，好吧，反正吉利我觉得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，在这个里头。极客还行，有一说一啊，虽然品牌背刺用户，但是车真的不错。是的，因为我原来那个朋友就是托马斯姚就买了一个极客001，他呢喜欢赛车，喜欢各种的这个他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汽车底层知识会了解非常多，然后他就觉得啊极客是非常棒的车，买完了以后也非常喜欢啊，没有出任何问题。吉字儿不吉利啊，是的。对，听说他们发社保了，好像是百度给他们发的。工资、债权人、交易对象，这个顺序确实是这样的。是的，这个交易对象包括反正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，投资人的那个钱是最后一笔，这个就比较麻烦，年关难过呀。哎呀，这个很正常。老范晚上好，有没有对明年经济做个预测？哎，这个有什么可预测的呢？我觉得现在咱们就说这个小作文吧。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咱们的小作文，有人说我们明年的 GDP 涨3%，有人讲4.5%，有人讲这个3点几啊。这个我觉得现在有可能明年的 GDP 上升可能是负的，对吧？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人民日报在很多地方去讲说，我们不要去追求增长了，对吧？我们要把日子过好，对吧？这个增长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。既然人民日报都已经讲这个话了，就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数据还能往上走。而国外的这些小作文实际上在干嘛？实际上是在想把这个政府架上去啊！你说我都跟你说4.5了，你敢不上去吗？你这还不得要个脸，对吧？说个5，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。而且明年的这个汇率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波动，对吧？当然咱们不是自由兑换嘛，所以呢应该能控制得住。现在我看有小作文在讲是7.5啊，这个但不好说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？吉悦会不会加速行业雪崩？一定会，因为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了，那么所有的这个长得不是那么顺眼的，或者那个牌号不是特别靠前的这些车企，他们就会这个销量下降啊，因为大家害怕买了他们家车以后啊变成孤板车。我估摸着未来剩3家电动车品牌就够了啊，应该不止，应该不止。今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啊，可能是未来20年最好的一年呢。太帮他说话了啊！这个我现在倒也不叫帮他说话，这个人呢，其实我不认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这把这种公司作废了以后，你去怪这么一个 CEO，真的是没什么必要。他呢，也就是有一 CEO 的名字，对吧？实际上他屁事儿管不了。是文化大厦那个极度吗？这个就不知道了啊。
找到了啊，就是那个什么 CFO 找到了吗？黑猴被 TGA 当猴耍的感觉啊，这个是黑猴，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值的这次。其实应该拿的是美术奖项，哎，我觉得多给几个奖是没什么问题的了。老范的小米汽车开10年后是不是也会没地方维修了？小米能再活10年吗？不过看这个发展趋势，华为会比它早倒下。华为不好说，我觉得我对华为的猜测是，他们的车呢，到最后可能就剩赛力斯，所以它最后有可能会跟赛力斯做一个整合，对吧？这个你就老老实实卖华为汽车就算了，然后其他所有的这些号称是贴上去的人，其实都没戏。这次 TGA 都怀疑索尼是不是塞钱了，黄金树都比这强，黄金树绝对是比索尼那个强。知豆汽车今年重组成功，重新投产生产新车了啊？还有这样的事儿？现在是在宁夏生产，也是吉利三苦，好吧？这个估计就是不能浪费这张牌子。上汽、北汽、广汽、吉利等等，其实都是老玩家。对啊，北汽极狐现在他说你们这些叫急了都一个一个死掉了，你让我这北汽极狐怎么办呢？对吧？这个日子不好过呀。上汽下的也是一堆的这种车企。产业补贴就是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，让市场失去调节作用。现在很多车企都是地方政府在扶持，而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，最终这些企业巨亏，又是老百姓买单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老百姓你只能是被动买单啊，对吧？你也不能说我主动要求不给他们。造电车除了在中国有新势力，美国有特斯拉，其他都是传统厂商。特斯拉是南非人啊，马斯克是南非人啊，也不是美国土生土长。啊，这个事儿是这样，就是美国呢有一些这种车企，就是自己的小品牌都有，欧洲也有，只是呢没什么响动而已，啊都有。国内关于 TGA 的段子，黑猴起码拿了2个奖，最惨的2家，一位是宫崎英高，TGA 火线改游戏玩法 DLC 可以参选年度游戏，法环被骂了几个月，啥奖没得着。这个更惨的一家是老人，对，非但没拿着奖，还在现场看了幻兽帕鲁似的。这个老人是比较惨，但老人他也太不争气了，赶快把新机器拿出来，我会买的。各个主机厂下面的小品牌发育的不均衡，虽然是同一个集团，但是没有自己的工厂，让集团的工厂代工，可能要看子品牌的领导和集团层面关系是不是近了。其实也要看子品牌的领导是不是有足够的魄力，能够把这事儿当自己的事儿，对吧？如果我就是来拿一份薪水、拿一份钱的话，其实也就这样。产能过剩、低水平重复竞争，除了卷价格还能怎么办？早死早好。这个他们死之前还是会四处咬一下人的啊。路上看到理想车啊，车尺寸挺大的，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呀，对吧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百度云 OS 我以前刷过啊，这个，因为我原来有一帮同事就是百度的某一届的手机 OS 团队，整个裁掉了以后，然后被盛大整个挖回来，挖回来呢做了盛大的手机，然后做完了以后呢，盛大手机其实最后也没有卖嘛，啊，然后是被乐视挖走了，啊，然后乐视电视的操作系统是他们做的，啊，所以百度是。其实挺好的一个学校啊，它培养了好多人出来。我们那时候做移动互联网的时候都说，哎，我们要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根红苗正啊？这个你做这个安卓开发或者做这个安卓产品的，什么叫根红苗正呢？就是最前面你是不是摩托罗拉的，对吧？就是最早的一批玩安卓好多都是摩托罗拉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是中间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了啊，就是国家队组建的一帮人去做国内的安卓，就是拿安卓系统去改。也做了一个系统出来啊，说你是不是在那儿混过啊？如果也在那儿混过啊，那你这根红苗正了啊。再往前是不是在百度待过，
对吧？如果这三张卡都打过了啊，那你就是最好的这个安卓的开发啊，当时是这么干的。百度太轻轨了，学院派不适合在红海里边厮杀啊。百度啊，倒不是轻轨，百度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阶级斗争非常的激烈。是你卡了，对，是你卡了。汽车有荷尔蒙，有。真想给提姆库克发邮件，告诉他不要用文心一言。对呀，这个跟百度合作的一般没什么好下场。工具类产品的技术，百度还行吧，到需要跟用户面对面，这个重交互的产品就不行了。老范，你说的网盘还行，我觉得，网盘的交互也挺烂的啊，已经算可以了，也没有比他做的更好的，其实都差不太多。这个新造车按现在的趋势倒下一波，合并一波，最后这个应该还会多一些啊，还会多一些。以前谷歌刚出第一台手机的时候，我非常惊讶，认为软件公司做手机硬件太神奇了。现在算优衣库去，现在就算优衣库去做航空器，我也感觉可以接受了。是啊，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神奇啊。TGA 讲不讲的随意啊，窝在家里头做游戏的，看完 TGA 预告片还是满意的，有新游戏玩了啊，好吧。投行出来的人啊，太聪明了，干不了累活和脏活，哎，因为我原来有一个老板就是投行出来的，就是在猎豹移动的时候啊，他们当时找了一个人来管我啊，然后呢，他就是大投行出来。然后我们合作的很好，当时他讲说他是学院派，我算是街头艺术，就是呢，他口头禅是 Excel，我是他祖宗啊。国内大量的上市都是他做的啊，他做的最后一个上市是滴滴，彻底把这个中国在海外上市这件事封停板了啊，也算是一个很牛的人，对吧？这个大摩的啊，然后他就是各种的数据啊，各种的模型啊什么的玩的非常好，但是呢，很多具体的事物他就不是那么了解了。啊，当时跟我一块儿，我们也是四处出差，然后看项目，去四处去尽调。他就发现说啊，这事儿还可以这样吗？说我们每天看到数据报表的时候，从来不想到说这个事情是这么发生的，对吧？但是我跟他也学了很多东西，他跟我也是这个有很多交流和碰撞吧，叫这个鲍尔默啊，实际上啊上了福布斯排行榜啊，这也是经理人的天花板了，算是吧。吉星就是长得还不错，设计团队不错。其实现在国内的车好多都是让欧洲人设计的啊，设计的都还可以。盛极而衰啊，这个现在，但是最后还是要出一些响动的。听高手聊天，没，黑猴子拿个音乐奖，我觉得可以。小米实在太卷，给的也少。小米，你想，他基本上靠雷老板一个人都搞定这么多事儿，那下边人好意思拿那么多钱吗？小米一直给的还凑合，这算一般吧，不算特别少的。GDP 过去几年本来就有很大偏差，24年如果继续糊弄说目标达成，明年大概也继续吹牛啊，这个咱们看吧。楼上原吉月的兄弟说的是下家找到了，哦，那太好了，恭喜恭喜！今天拿着孩子卡去柜台购汇，被很熟客户经理劝退了，说几万美金决定不了什么。那是他决定不了什么，但是你如果拿着这笔钱的话，啊，最后还是可以去有收益的。谢谢丙兄啊，这个还是要祝贺你能够有这个工作啊，不要像我这样每天坐这儿扯淡。其实机器人拿年度奖在
这个什么 Polymarket 上投票上是早就遥遥领先了啊，这个还真没太注意。史蒂夫·巴尔默是这个盖茨的同学，不是一般的同学。巴尔默持有的股份比盖茨少太多了，但巴尔默一股没卖，反而持有股份比盖茨多啊。盖茨雇佣了几百人打理自己的资产，卖掉了微软大部分的股票，否则微软现在比马斯克有钱啊。但是现在看比尔盖茨会不会爆仓吧？因为比尔盖茨在做空特斯拉，而特斯拉这一天的股票大家看看，有可能比尔盖茨已经爆仓了。现在这个大环境，能找一家单位先苟着的，轻易不要冒进，是这样的。汽车行业也会变得像房地产一样，大家一起等国家救助嘛？这个不会啊，房地产是完全跟政府绑定的，因为你要去拿地嘛，对吧？这个事儿你没有政府去做这个事儿，根本搞不定。而且房地产其实好多钱也是被政府拿走了，对吧？但是汽车的话，你老老实实把车造出来，把车卖了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中国有比亚迪，有这个吉利，还有很多的这种车企，其实还是盈利的啊。中国的二手市场怎么样啊？这个我就真不了解了。国庆时以为有10万多亿的大力经济刺激，结果是落了个划地方债。当时买了很多的这个，好吧，3倍起，这个那你是比较惨。不是阶级斗争，是派系斗争。对，这个，但是我对百度，反正我接触过一些吧，因为我毕竟没在百度上过班啊，所以这个就还是尽量不要乱讲。百度好像是做啥死啥啊，来来去去就是在那玩 Web 搜索，玩广告，人家主要是玩广告。想多了啊，国企央企都救不了，这个房地产是不救不行啊，车企就是优先级远远排在后面，是这样的。百度这次放弃极越，还有一点是因为收缩自动驾驶路线 ，IDC 裁得一塌糊涂，又当了一回自动驾驶行业的黄埔军校，挺好的呀，这不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吗？这个今天留言非常踊跃，关键是今天有一位这个现身说法的啊，这个非常棒。残酷的竞争，活下来的才是有实力的，鼓励竞争，竞争才能提升工作机会啊！但在中国，竞争不会提升工作机会的啊，这个是反的。百度，哎，百度真的是做什么也不行。今天留言非常踊跃啊，这个你也去爬楼了，老范用哦，什么？老范用 O1 Pro 了吗？啊，这个没有啊，那$200的我哪买得起啊？对吧？而且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费这么大劲去让它干活吧。我其实 O1 用都很少，O1 mini 都基本上不用的，我4O 基本上足够了啊。但是今天我去试了一下那个非常棒啊，就是这个你把 GPT 打开了以后，然后让它摄像头开着，你可以让它对着你说：“你看我怎么样啊？穿的衣服怎么样啊？然后我桌子上怎么如何如何呀？”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啊，这个让我极其感动。啊，而且我刚刚在开直播之前把 Sora 也开上去了，没问题啊，可以用了。这个但是 Sora 画的东西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看吧，啊，但还是可以看了，还是不错的。如果还贬值啊 ，GDP 超过美国的时间又得往后推迟了，你想啥呢？GDP 超美国？突然想到小米业务一大堆，是不是连西山居也可以算小米的游戏产业啊？不算啊，这个它这么算啊，就是金山是金山，小米是小米啊，西山居是金山集团下面的产业。然后呢，小米呢是雷军离开金山之后创办的。虽然呢，雷军还是金山集团的，有一段时间他是总裁吧，现在我不知道他在金山集团是有什么位置，但是他反正金山的事情还稍微管一点点，但是他核心的事情还是管小米，就是小米下边就是看什么小米各种的这种家电呀、手机呀，然后电视啊、这个车呀，对吧？这些是小米真正在干的活。
这个竞争到残酷啊，活下来的往往是最狼性的。如果狼性就是实力的话，哎，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看着他们也很可怜。10年前做外贸啊，汇率算6.3报价，10年后的7天啊，今天美联储大放水这么多年，汇率反而7.3、7.4了，人家中间加息了很长时间啊。国内的车以及架构大部分都是在欧洲设计，几乎每个新造车的公司都在德国有设计和研发中心，这不是挺好吗？这个总感觉电车只是暂时的替代品，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啊，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去验证这个东西。车企90%是亏的，是这样的。那天谁说买凌志这个啊？对，我在看特斯拉 Y，这个似乎不错，而且不是很贵。据说明年3月份出个电池更加续航的，再琢磨是否买。Model Y 还是不错的，我本来想买的，结果稍微有点阴差阳错。车的架构设计还是很有技术的，涉及力学很多知识。是的，这年头打工人真不容易。还是自己要有 Plan B。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儿打工吧，这个一定要坚持苟住。这个现身说法啊，极乐的人来了。是的，我在考虑弄1个月的 O1 Pro 玩玩。这个除非你是大学教授或者是科学家，否则那个东西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。我买了还不错，挺好的啊。是，这是讲那个 RX 350哈，这个预测哪吒下一个倒下，哪吒不用预测，它已经倒了。是不是被亲自指挥的都这个咱不能乱讲啊。转 Gemini 了啊，Gemini 我试了试，感觉一般。Gemini 2呢，现在我能用啊，因为用 API 我是可以使的，但是效果并没觉得有多好，因为 Gemini 2.0只出了 Flash 版啊，其他的没有出。对，恭喜！现在是可以去开，我估计就是每天有几个时间点可以开，然后呢，其他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锁住。Sora 多少钱？因为我是 Plus 用户嘛，就是每个月可以画50张。我觉得刚才那个惦记花$200的那个这个 ATT 的话，你如果是画一大堆 Sora，那个$200也是划算的啊。国内比美国便宜$10,000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RX 350嘛。反正国内现在各种车都比较便宜啊，你不便宜卖不掉。买了固定充电器还是移动充电器啊？这是问的什么啊？Model Y 是吧？请教一下 CFO 和 CEO、COO 是什么化学反应？总感觉 CFO 是董事会派来通过财务指标和预算控制监控 CEO 的，虽然是上下级关系啊，这个还真不一样。C 什么 O 呢？它基本上叫 Chief of 什么什么 Officer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就是这个 CFO 呢，就是这个首席财务官啊，CEO 是首席执行官，COO 好像是首席操作官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名词啊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这个 CFO 呢，其实他是只负责2件事吧，一个呢是投融资，啊，还有一个是合规啊，其实这个是 CFO 的本职工作。然后其他的呢属于附属工作，附属工作呢包括财务、法务、行政、HR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事儿是这个真正 CFO 该干的活儿。就是很多的公司号称自己有 CFO，其实是不对的啊。包括像极越这样的公司是不应该有 CFO 这个职位的。为什么呢？就只有你这个公司需要并购的时候，或者是上市以后，你需要 CFO，否则的话，就是有财务总监就可以了，不需要 CFO 这样的职位。就是你不上市、不发生并购的话，是不需要 CFO 的。小区楼下给安了商务充电桩啊，自己啥也不用买啊，这不挺好的？
我的做法，流动资产都是美元啊，要用钱的时候就在香港银行换点离岸人民币，刷卡消费回来，挺好的呀。就是能留点美元，其实还是挺好的。手机为什么不能和多家 AI 合作？是这样啊，就是你在手机上装各种 AI 的 APP 是没毛病的，但是呢，你需要一个 AI 的，就是能够访问手机内部数据的一个 AI，你不能把所有的数据开给这么多家去访问啊，这个事儿很危险的啊，所以呢，还是这个最好能够怎么说呢？最好能够找一家能够访问内部数据的啊，你转 Gemini 2.0了，这个好吧？Gemini 2.0我没觉得有多好啊，因为我现在 Gemini 2.0我有一点没太使会啊，就是它的这个，比如搜索呀，还有这种连接，我其实没有太连起来，对吧？它是先搜完了以后，然后再去点这个Google，然后去搜索去验证你的结果，而不是像ChatGPT 这样是直接搜完了以后再生成结果，所以这个让我觉得非常不爽。它经常会胡说八道，这个是不行的。特别是我给大家做节目，这个数据的话，还是要稍微有点谱。美国有个7500美元的补贴，不过特朗普来了，或许会取消。好吧，不是加州给补贴，然后把这个特斯拉给排除了吗？百度文心一言第一次让我坚定了买外版 iPhone 的决心。哎，文心一言实在是太烂了，你抓紧买吧啊！川普要取消这个补贴了，是的，据说有这样的事情啊。没事是 Devon 啊，这个没有。其实这种编程工具的话，我觉得有一个基本上够使了，像那个包括那个叫什么东西，Cursor 什么的，我试了试，也没有觉得有那么好使，我还是比较喜欢VS Code 上的加 GitHub Copilot，毕竟我都买了1年了。如果买了电车公司倒闭了，电车还能开吗？反正会受影响啊，这个只能当普通车来跑了。operation 啊，这个首席运营官是的，像以前还有什么 CMO 是 marketing 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打算用 O1写论文啊。我觉得写论文的最主要的用途还是用那个叫什么那个 Canvas 啊，就是那个 ChatGPT Canvas 那个非常棒。极越的车不就是锁了吗？锁在行业规范的前夜，这个好像几个月前才提出的，倒闭不能影响使用，现在还没落地。反正慢慢折腾吧，这事儿。现在 AI 吹捧过度了，我觉得你还是努力的用吧。O1真的有用啊，做大学统计学作业很厉害，很长很长的题目，都能够理解的很好。试了这个才明白为啥普通人用不到，也确实普通生活没有那么多推理需求，我觉得是普通人用不着这东西。你还年轻啊，真的需要健身减肥了，做力量训练，好吧，我要去减肥一下。还有 CSO 我还真没见过。CTO 是首席技术官啊，这个是有。看了一下金山官网，雷军还是董事长。老范可不可以说说当初雷军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去做小米呢？金山手机不是也可以吗？这个你还是看雷军自己讲吧。这种事情，我万一讲的跟他讲的不一样，这事儿不丢人了吧？我开过 Gemini 的会员啊，我的使用结论就是，相比 ChatGPT 的话，Gemini 大多数的时候都像个傻子，好吧，还不如豆包或者千问啊。那豆包其实我现在还是用的蛮多的啊，除了港版，有的有联保啊，其他的都没有联保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蔚蓝怎么总是亏钱啊？蔚来哈还亏这么多，车卖应该还不错。蔚来它主要是想搞那个换电，那个玩意儿实在太烧钱了。目前看来，在未来几年，大国人民币贬值，
如果贬10%，你就少损失10%。是。iPhone 只要套壳，一般也不咋用得上保修。iPhone 我是从来没用到过保修这种东西啊。股权问题，而且既得利益在金山占比多。这个新行业需要吸引人才，得给股份的啊。另外，金山雷总也不是大股东，对金山的裘伯君才是大股东啊。裘伯君建立的公司，这个股权啊，这个又来了一遍。加州或许只是嘴硬啊，继续补贴，经费哪里来啊？如果加州补贴，我会去那里买吗？你不是在德州吗？主要是跑路跑的不体面了啊！看看外企跑路处理的多体面，那外企最后还是要留着钱去折腾嘛。今天好热闹，600多人了，是的，破纪录了。这边新闻也报道了吉悦发不出工资的消息。虽然我完全搞不清楚吉悦是啥，但貌似是个很严重的新闻。是的，他们就出了这一回名。Gemini 确实很傻，对，我现在也是觉得 Gemini 很傻，估计他在加州上牌。我还真不知道加州这种补贴，你在德州，比如说你跑到那儿去买行不行？这个蔚来汽车和蔚来能源是2家公司，亏损分开算的，这我还真搞不清楚。但是反正蔚来自己也从来没怎么挣过钱。上面是蔚来控股啊，这个我觉得最上面算亏损应该都是在总部那边算。豆包在查找国内资料上确实比常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。对，是的，这个也确实好用啊，会去除很多无用信息。是的，未来一直亏钱都怪李斌嘴臭，老天看不下去了，好吧。这个上牌很容易，加州牌也可以在德州开，改成德州也基本费用无感，好吧。但2.0 Flash 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，反正我今天使了使这个2.0 Flash，感觉一般，感觉这2年经济下行啊，咱们不叫下行啊，咱们一定要记住了，咱们现在叫稳中求进啊。突然一下烧不动了，就雪崩式跑路啊，这个，这个我觉得还是百度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个事儿呢。你怪这个吉利贪心呢，也不能这么讲，因为吉利它对谁都这样。对吧？但是你去，百度这么大一个公司，然后最后自己的首尾没有处理干净啊，这个事儿确实有点过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这一个故事啊，咱们今天就早点休息，然后明天休息，后天的话再看讲什么吧。好，大家周末愉快，再见。结束。